在四川古蔺的深山峡谷中，一座房子悄然立于悬崖绝壁之上。这里与世隔绝，人迹罕至，若非无人机偶然飞过，几乎无人能发现它的踪迹。这里常年云雾缭绕，远远望去，房子仿佛悬在半空，险峻的令人屏息。更让人好奇的是，究竟是谁会把房子建在如此险峻的绝壁之上？当年又是如何建成的？今天就跟随镜头，我们前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阿乐。今天我来到四川古蔺的大山里面，那座绝壁上的小房子啊，就在我的身后。这个地方呢，现在是云雾缭绕的，非常的漂亮。但是下面呢，我估计啊，应该是一间庙宇啊，但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居住啊。现在呢，我就带大家下去啊看一看。现在这里很漂亮啊，在这个峡谷里面，云雾缭绕的，我们要从这里下去。这间房子呢，就在这个位置啊，看起来非常的神秘啊。我看它上面还有人，难道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人居住吗？我还能听到他们在说话啊。我们先下去看一看吧。这条路呢也是羊肠小道啊，非常的不好走，因为下雨了嘛，有点打滑。然后你们看边上，这好像是电线吧？这个地方它居然还是通电的啊，不简单啊！难道真的有人在此隐居？这下方呢就是一条峡谷啊，我还能听到流水声。边上这里还搭建了护栏啊，因为底下就是绝壁嘛，虽然长了一些树木，看起来不是很吓人，但是它呢其实是非常陡峭的，你们看。哎呦，这个雨是越下越大啊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前面那座房子呢，它就在影墙之下，下雨是淋不到的啊。我们来看这下面，这下面就是绝壁，这些植被啊，非常的茂盛啊。到了，这看起来应该是一间寺庙吧？上面有几个人，应该就是当地的村民啊，他们应该是下来玩的。这边呢有一架钢梯，它以前没有钢梯的时候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去的。这里有一道门，门是打开的，上面呢写的有字，是人的名字跟一些捐赠的金额。进来之后，这边上这应该是围墙啊，全是这种石块垒起来的。这边也是有很高的石墙，它这些材料呢，应该是就地取材啊，然后给它垒起来的。左边这里有一个小平台，这个位置应该以前是有建筑的，然后后来被损毁了。我们来看这里，全是靠石块给它垒起来的，因为它是绝壁嘛，你要给它垒成一个平台，上面才能建房子。我们到了，这里就是这座小房子，这上面它就是一间寺庙。我们看看这里面，
这一尊呢就是紫铜，然后这里是赵公明财神，这是川主，川主呢就是他们四川的新主。然后中间这一尊呢就是观音菩萨，因为这一间叫观音殿嘛，主要的就是供奉观音菩萨。边上呢还有2尊童子啊。然后这边这一尊呢就是药王，然后这一尊就是女娲娘娘，然后这一尊是牛王，下面是一头牛，这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碗，地方就是个水，有水吗？水的地方地下化，应该就是要放在现在了，干了没有？你下雨化水的话，就地下去多的话，按现在上天就打就给紧张的这个水。哦，就是喝这个水哦，刚好就在药王的前面。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水是干嘛的，我们就不说了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边上，这里还有一个鼓，这个鼓应该有些年头了。这个鼓的话，从这个其实苗子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的这个鼓，就是这个鼓的纪念了。哦，意思是这个以前的寺庙只剩下这一个鼓了，其他的全部被损毁了。这个鼓有100多年了，就是这个了。清朝时期的100多年了。就是这个鼓的纪念了。这边应该是厨房，这种是土灶，靠了一个石块跟泥土给它筑起来的。上面呢有3口锅，这边有2口大铁锅，这个地方没有放铁锅在这里。这边呢就是库房了，库房就是上锁的，堆放了一些工具，我们就不看了。然后这边呢是一口水缸，这里面有水的，水还非常的清澈。然后这里呢是水瓢，还有你们看，这里面它居然有一只蜜蜂，而且还筑了一个很小的蜂巢，挺有意思的，太神奇了！一只蜜蜂筑了一个巢。这个地干就是我们，找到这种做的企划话，你只要说你赶紧写呀，就赶紧睡觉。哦，这边是吃饭然后睡觉的地方。哦，就赶紧吃，赶紧吃。哎呦，你们看这个床很大啊，这样横着睡的话可以睡很多人。要做规划，我们就要捞起铺盖下火来。哦，你们拿铺盖下来睡觉。哦，要盘起铺盖下火来。然后这个床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哟。这个是原来的我们要话就是这是那个老在年的原来老床。哦。啊盘嘛，只有盘下火来。哦，以前的床。我铺盖就是到这房间这儿掉进去。哦，这里还有一床被子，我这个好多多啊。这位大叔呢，他就是当地的村民了。现在这座寺庙呢，也是他在看管。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大叔啊，看看这座寺庙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。哎，叔你好，你贵姓啊？姓尹啊。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72岁了。这座寺庙有多少年的历史呢？150年。150年了，那清朝时期了啊。后面这个泥土房有100多年吗？这个土房是这最后来这个就烧毁了。哦，以前的烧毁了啊。对。哦，后面修建了。对。这个是泥巴做的吧？泥巴做的。这泥巴你们是从外面运进来的吗？外面盖上去背来。哦，从外面背进来了。也不容易啊，这个路不好走啊。以前的。啊，以前的寺庙。以前的就是烧毁了吧？烧毁了。哦，烧毁了。以前是木房子吗？是这种泥土房？哦，木房子啊。全部是竹头捏起来装修来装板壁，木头盖来装的板壁。哦，全是木房子啊。他以前这边呢也是有建筑的。哎，所以以前这边是啥子建筑啊？这边是大雄殿。大雄殿。哦，大雄殿的话有3楼。有3层哦。哦，是3层，3层的话是全部都板子装的板子装的木。哦，就是纯木房的有3层。但是现在呢，只剩下残垣断壁了。还有层的话，我说2层的话，你没见过还说到我听讲，顶上还有一层。地上还有。哦，顶上还有。好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但是那些建筑呢，全部被损毁了，现在我们只能看到这些遗迹了。
我们上来看一看吧。这个我们二氧化这一片小洞，啊，就起不到水到不动，我拉大了。哦，这里还能上去？哦，我的天呐！这个地方也太险峻了。以前这上面还有寺庙的，上面那个寺庙叫凌霄殿。凌霄殿啊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大雄宝殿。它以前是有3层的，但是已经被损毁了。我们能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大的一个平地啊，这就是地基。这些石头一把都是主要从这上有背来的。哦，从外面背过来了啊。你看这些，还能看到以前的这些遗迹。这个地方还有人现在上香呢，这里。它原来菩萨就是摆在这个台子上的。哦，这上面能上去吗？说这个地方能不能上去啊？上去得到，上去的嘛，胆子大人就劈得到，胆子小人就劈不到。胆子大了就可以上去。哦。你敢不敢上去啊？上去我早上去了。你可以上去啊？你上去过吗？啊，上去过的。哎呦，还真的不好上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呐，这个路啊，一般人还真上不来。好，哎呦，好朋友们，我们继续上啊！你们看这些石板啊，已经被踩踏的特别的光滑了。哎呦，这个地方真的啊，我们的后面呢就是悬崖绝壁啊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哎呦！这个地方这个石头它是斜着的，哎呦，哦，真的非常的不好上啊，这个位置，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啊。哎呦，终于上来了！哦，来给大家看一看这四周。哦，哎，现在天空呢也是好起来了，太阳都要马上出来了。居然爬上来了，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风景啊！因为这里是最高点，站得高就看得远嘛。我们看看下面到底有多高。哎呦，我的天呐，太吓人了！你底下的谷底啊，最少有30-100米。你们看对面，全是这种大山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看这个位置，有一个很大的钟乳石，它就掉在这里了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上面呢，还长了几棵树。这边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到底了。这个地方呢就是凌霄殿，但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个平台了。然后这边呢立了一个碑，这个碑呢也是后来立的。我们看边上这些大石头啊，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是靠人工给它垒起来的？我们来看看这下面，哎呦，还真是，这古人也太牛了，在这个悬崖绝壁上垒起来一堵墙，然后作为一个地基，在这上面建寺庙，不得了。然后在下面呢还有很多这种烧纸的灰，看来这个地方现在还是有人来烧纸烧香的。这个位置呢也是搭了一个小平台，你们看这个上面有一根木棍啊，被大火烧掉了，乌漆嘛黑的，这应该就是以前留下来的，100多年了。后面还有一个超级小的山洞。这上面呢就这样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现在我们下去吧。我感觉这个地方下去啊，比上来更困难。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我们来尝试一下啊。现在我们开始下去啊。哎呦，挺吓人的，这里真的。啊，
上来的时候还好，下去的时候感觉好吓人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啊！这边上这些它也是有护栏的哦。哎呦，它这个路啊，又窄，然后又陡。最难走的就是这个位置，它这个位置根本就没路。让这位大叔来做我的摄影师，这个位置是最难下来的。哎呦，这个石头还滚落下来了。好，哎呦，总算下来了，有惊无险的下来了。朋友们，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探索完成了。它这上面呢，就是一间寺庙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它的名字叫普陀营。这上面呢，它是没有住人的。我们看到这里是通水通电的，因为上面就有一个村庄嘛。这间寺庙呢，也是这个村庄附近的。他们呢，偶尔会下来就是烧烧香啊，来玩一玩。只有在农历6月19的时候，他们才会来这个地方，就是做饭，然后睡觉。那个时候会非常的热闹。今天呢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